今天分享几个中文的难点以及解决方案的个人建议，因为就算是中国人，我们也容易犯这些发音上的错误。你学中文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，如果有需要，请使用字幕。首先是多音字，在3500个常用汉字中，有200多个多音字，这么多，那要怎么办？分享一个我的记忆方法。第一步，一个多音字呢，先搞清楚它的读音。第二步，把那些读音对应的常用词组搭配放在一起。第三步，用它们造句，一次记一句话。第四步，把每个词的意思、发音多读几遍。我举个例子，的。这个的字是统计过中国人最常用的汉字，它的使用频率最高，它就是个多音字。它总共有3个读音，的、的、地，前面2个读音最常用。这种注音方式就是大家说的拼音。小时候学习汉字，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查字典。主要通过这2种方式。第一，通过声母来检索，这些就是声母。另一种呢，是通过偏旁部首来检索。现在有了网络，就可以通过网络来检索。平时我们通过拼音、五笔、手写、语音这几种方式来输入。我说一下拼音的由来吧。其实在古代并没有拼音，古人用反切这种方式来标注字音。什么叫反切呢？比如用2个简单的字，取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2个字的韵母拼起来表示。比如东这个字就用德、弘来切。明朝的时候，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，这个就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。后来在1913年，我们有了注音符号，就像这样。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这套国音字母拼音通过完善和规范化后，改名为汉语拼音。五笔是什么呢？像这种不知道读音的字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拼音。手机上可以切换手写输入法，因为有触屏。五笔输入法，上一辈人还有一些人在用，我上学的时候学校也教过。后来我觉得拼音更好用，五笔不常用就忘了。这是一种拆字根的输入方法。每个汉字它都有偏旁、部首来构成，这些常用的小部件被定义在键盘上，就像这样。因为它是严格按照字形来拆解，不像拼音那样容易出错。其实记熟了，打字非常快。如果不知道读音，也不会用五笔，在电脑上没有办法用手写输入法，我们会描述这个字长什么样，比如这样，一个宝盖头，一个十字。宝盖头这3个字就是汉字偏旁。我下次跟你说常用的汉字偏旁都有哪些。手写是什么呢？手写就是像用笔写汉字一样，在触屏手机上写。如果写连笔或字迹不清楚，容易识别错。语音这种输入方式是最快的，现在的识别率高达98%以上，还能把逗号打上，非常智能。你如果感兴趣，也可以下载一个中文输入法。我们常用的是这几种，搜狗、百度、讯飞，都有智能联想的功能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这个的字。这个多音字第一个发音通常是指物品所属，
比如我的、你的。第二个发音一定要记整个词语，比如的确。的确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、确实、真实、果然。然后造句，这是我的书，的确是我的。这是我的书，的确是我的。我顺便说一下第二句话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某个话题，比如一直在说我的书，那我说一次书，后面呢就可以省略书这个字。第二种情况是变调。先来说方法，用人工智能来帮忙，比如造一个句子，放到翻译的页面，看它标记的读音。只是需要注意，除了多音字之外，这两个字是高频使用的汉字，它会弄错，因为这是由于汉字会发生变调的情况。搞清楚规则，以后你就不会弄错了。好，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变调是怎么回事。一作为数字的时候读第一声，比如1、11。当一和不这两个字后面跟着一个带第四声的词时，读第二声，比如一定、一定。不要、不要。当一和不它们的后面呀跟着其他声调的词，就读第四声，比如一天、一头、一眼。不听、不行、不好。可以使用这个直观的图形来帮助记忆。最顶层表示特殊情况，就是金字塔的塔尖儿。容易读错的情况，最后呀还有这两种可能我们会读错。第一呢，是看起来相似的字，我们平时是按字形来猜读音，就读错了。比如阀门，阀门是一种开关，在日常生活里很常见，我们不会读错。我工作的时候要用到这个词，阈值。这个词有些同事就会把它读错，读成阀值。因为这个门呀，它里面的这些内容看起来很像。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说错了，一直说错很多年也是有的。我们学习汉字的时候，会根据偏旁部首来理解它的意思和读音。这种方式是可行的，可以学得更快，但也有出错的情况。我最近在整理这个话题，汉字的偏旁部首，下次和大家分享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受地方方言的影响，身边的人都这么说，这一片地区对某些字的发音就是和普通话的发音标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平时一般情况下不会纠正对方的读音，以能听懂为准，所以有些字读错很多年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比如面熟，这个字它并不是说脸熟了，而是指熟悉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听到别人说，这个人看着好面熟。面熟是面熟。然而这些小错误并不影响我们交流，所以没关系。你说错了也不要担心，我们能听懂的，因为可以结合上下文猜到对方在说什么。刚才我提到的这4点都属于发音的难点，我简单总结一下解决方案。第一，用多音字造句，记忆整句话。第二，掌握变调的基本规则。第三，看起来相似的字要认真辨认。第四，说错某个字其实不影响交流。
别担心。如何说准普通话呢？最后呀，那种我们普通人也会说错的读音，解决方案是去听央视播音员的读音。不一定是新闻，比如这些节目有很多题材，历史、人文、宇宙、社会、美食，找一个你喜欢的来听。其实除了有意思之外，我们为了规范自己的普通话，也会认真去听。中国人的方言主要有7种，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方言。北京的本地方言也有很多音和普通话不一样，而且腔调会更浓一些。北方官话指的就是东北方言，所以东北话最接近普通话。东北各个省份其实口音也各有差别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，这些靠海的朋友说话就有海腥味儿，非常熟的朋友才可以这么说。我认识的朋友里，黑龙江、哈尔滨的人不用训练，他们的发音就非常接近标准的普通话。还有中文系、新闻系或汉语老师都会经过普通话的考试，这些经过训练的人，普通话也会相对准一些。所以跟读普通话，我建议大家去听这种官方出品的播音腔。听自媒体的人说中文可以作为听力练习的补充，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和中国人接触，只听得懂标准普通话，那么有的人说话你可能就听不懂了。关于发音如何听起来更自然，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是这2点。第一，轻重音，比如一句话通常要强调的字发音就重一些。这种长句的重音就是句子的主干部分，通常是主语、谓语、宾语。有一些短句呢是要强调的词，比如形容词、副词。我们说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我们不说真好看，我们说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后面这2个字呀，声音听起来会小一些。吞音类似英语里的连读，比如你今早上吃什么？这种情况我认为是熟能生巧的过程，意思是多练习慢慢就会了。我建议先把每个字的发音读清楚，然后再尝试连读的情况。你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？刚才我说的内容是有关发音的，这是学习语言的第1关。简体字、繁体字，在大陆地区我们用的是简体字。国家推行过2次简化字总表，今天的总表收录了2235个字。我们还有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，比如新疆，他们写维语。饭馆的门匾会把维语直译成汉字，看起来就有点怪，因为普通话不会这样表达。西藏也有自己的文字，经文都是用的藏文。你最可能接触到的是简体字和繁体字。台湾和香港用繁体字，他们使用的繁体字也有一些区别。最明显的区别是，香港的繁体是上下结构，台湾的繁体是左右结构。比如这个山峰的峰字，这个是香港的写法，上下。这个是台湾的写法，左右。香港的繁体比台湾的繁体更古老一些。香港的繁体来源于先秦时代，金文和小篆的演变体。台湾的繁体来源于汉朝后隶书和楷书的演变。所以繁体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字体，尤其是喜欢读古文的人，还有喜欢写书法的人，
基本都能看懂繁体字。简体字呢，因为它是简化而来的，所以繁体只是更难识别，但实际上它的表意更清楚。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人依然很喜欢用繁体字，平时也用繁体输入法。在网上交流，我们用不同的字体也没有什么障碍。我总结一下，关于汉字常用的简体有2000多个。繁体是一种字体，台湾和香港在书写的时候就会用到繁体字。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这些地方说话是用粤语。如何遣词造句呢？下一个重点就是词汇。当我们能听懂母语人士的笑话时，可能就上了语言能力的快车道。其实所有语言都有这些表达方式，比如比喻和隐喻，再比如用几个字表达复杂的意思。中文里这种表达方式叫成语，我们有5万多个成语，其中96%是4个字的，但也有3个字、5个字、6个字，甚至是13个字的成语。还有一些民间谚语，其实这3点并不像日常用语那么必要，是一种锦上添花。我觉得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着玩，我就很喜欢看中国的成语、歇后语，但实际上我记不住全部，只有我用过的才容易记住。最后我想提一下语法，我们有基本的语法规则，但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也并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则，所以我建议先按教材里的描述掌握基本规则。当大家和母语者聊天，发现有些表达不符合规则时，就可以在你已经掌握的原有框架上做一些调整。如果没有框架，可能就会越学越乱，脑子里一团浆糊。我认为学习语言是一个不断探索到新东西的过程，希望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们都能乐在其中。